嗨，大家好，我是明。今天购物台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新一代 Netburner， 它的全名是 Netburner Ballistic FF3。前一阵子就是比较常跟大家介绍高阶球鞋、高阶的鞋款。那今天呢，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中高阶的鞋款。那之后有机会的话，我也会想要跟大家慢慢的从高阶开始一路往低阶的鞋款去看、去介绍。好，那回到这一次的 Netburner 第3代，它这次的 slogan 叫做 Great Speed， 瞬间加速。那光听这一次的 slogan 就知道它比以前还要更快了。那上一次在我的 IG 上的贴文有跟大家分享过这双鞋的，就是各方面的升级，对不对？那我们先来看看各个细节是怎么样的升级。第一个呢，就是 PU 覆盖网部，那就是在前面这一块。它这一次的升级就是除了一般的 PU 覆盖网部之外，它还有一个叫 T-Guard 的一个新的技术。Netburner 的 PU 覆盖网部一直以来都是它的一大特色。那这边有个旧的，在这边。那除了让这双球鞋防磨之外，也增加它的包覆性，因为它本身就是相对来讲不会那么松，所以你知道，就是前脚掌的那个包覆的脚感会比较扎实一点，就是在移动中它就不会因为像那种一般的透气网布会这样松松的，然后让你的脚趾头这样通出来，那它相对来讲就会很牢固的把你的脚掌直接抓在球鞋上。那我觉得 Netburner 一直以来的就是 PU 覆盖网布的设计，它的在外形上看起来就很厉害。所以每一次看到这双鞋，就觉得哦，它应该是高阶的鞋款。那再来是讲它的鞋底 Flat Foam 的技术。那它这边还有一个它著名的亚瑟胶。那一讲到这个 Flat Foam 的技术，就知道你知道我们在球鞋代号上面有写个 FF。那如果大家有注意到 FF 这个特色的话，就知道说 FF 的球鞋都会比较轻，是亚瑟是非常有名的轻量化技术。然后再加上就是这个亚瑟胶，因为这一直以来大家都会说这亚瑟胶很好看。就不管是在新款的啊，或是旧款的，大家都很喜欢这个亚瑟胶的这个设计。那 Flat Foam 这一个鞋底技术呢，它跟亚瑟胶这个技术，两个技术加起来，其实它是给你一个又轻又有缓冲的效果。那我觉得这一部分，也就是大家常常会觉得，亚瑟士的球鞋一开始穿下去会觉得哦，好软哦，就是因为这样，因为它有很好的缓冲效果。为了要让大家在打球的时候，在长时间跳跃之后，不会对于你的脚踝有太大的负担，长期下来其实是一种在保养我们的脚踝跟膝盖。好，再来是中桥还有鞋底的部分。上一次我们在 V-Swift FF3 这边有跟大家介绍过中桥是 Twist Truss 的技术，那 Netburner 这一次也有这样子的升级。就是在 EVA 跟 TPU 的两个不同的密度还有强度的调和之下，可以大大提升这双球鞋的扭力。当我们在转折、在做冲刺的时候，可以有更好的起步的速度，在一个更好的起步速度、起步力量的同时，可以维持整个脚掌的稳定性，然后稳定中足在一个很好的位置出发。而且这次在鞋底这边有用到 3D Space 的技术，就在球鞋的底部，在这个里面增加一点空间，然后让球鞋有更多的空间可以扭转，移动的灵活度会变得更好。那再来就是胶底的 X Guidance 技术，这是一个我第一次知道的技术。那这一次在第3代的升级，在鞋底纹路上有更多的讲究。有没有看到这个大大的 X？ 这跟旧款的球鞋比起来，在这边就是不太一样。那这样的技术，它是为了去强调说，你可以有多方移位的能力。就是不管你是想要往前后冲刺、往左右转折，都是就是你球鞋跟地板之间都有一个很好的刹车跟传导的能力，所以它就是强调各个方向都可以灵活的移动。那最后这个就是它这一次最大的升级重点，叫做 Higher Heel Drop 的这个技术，也就是所谓的高脚位。高脚位的用意就是把这一个脚的脚跟抬高，通常大概都是我们的脚跟的高度跟就是脚尖的高度会差不多。但是这个高脚位的技术是把它再抬高一点点。当我们脚跟抬高之后，我们的人的重心就会稍微往前倾一点，因为前面脚尖相对来讲比较低嘛，所以整个人就会变成有点这样子。所以当重心往前靠的时候，其实就是让你更容易冲刺、更容易起步，可以直接的提升你的起跑速度。那当你提升起跑速度的时候，你就可以比别人跑得更快，你就可以追到比别人更远的球，那这样子你就是会有比别人更多的优势。那我们来比较一下，就是跟第2代的高度看起来就有差，对不对？看得出来吗？用鞋盒当底这样子去看，应该比较清楚。那这边官方给我的资料中有特别提醒到 ，Netburner FF3 呢是它所有球鞋里面唯3使用到这个 Higher Heel Drop 的技术的球鞋。好，那这一次的
Nate Burner FF3整个就是改朝换代，整双球鞋从上面到下面全部都有一个很大的升级。有这么多的升级，我们当然是赶快来实测看看啊。那我这次的实测里面包含2个体能的实测，第一个呢就是要来测它的起跑时间，因为这一次它的升级有个高脚位，那它就是让我们重心向前，可以提升我们的起跑速度嘛。那我就想要来看一下这双球鞋它跟旧的这一代比起来，就是2个起跑的速度有差多少？等一下的比较中也都会是一样，都是上面是新的，下面是旧的。那现在这个比较就是我希望2双鞋子的脚跟都是先粘在地上，那从这样的情况去起步。接下来我们只要看一下说2只脚离地的状况，就可以知道说哪一双鞋子跑得比较快。那这一部分应该很明显的就是上面那一双在很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一开始就在一个重心靠前的状况，所以它在起步的动作是比较快。那下面这双鞋的话，它是必须要先等我抬完脚跟之后，才可以顺势的往前加速。所以那个向前冲刺的连贯性，上面这双是好很多，下面这双可能还会分成2段。所以很明显就是 Nate Burner 第3代的起步速度是非常快的。那第2个呢，我测的就是短冲折返。那因为这双球鞋里面有 3D Space 的技术，还有这个 X Guidance， 那这2个东西都是能够让我们在做转折冲刺的时候有更好的起步、更好的冲刺的力道。第2个情境这边，我2双鞋子都是以一个比较好的起跑状态去出发，也就是后脚已经有抬高，所以2边的起步速度会差不多。这也是为了要能够更清楚的看到转折之后的速度差。那当2个我在跑转折之后，其实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到说我的上面那一双新的那一代很快速的就可以踩到定位，而且踩得很扎实，马上就可以再跨出下一步。但是白色这一双有点像是还必须要再重新再找一个新的立足点。我觉得这部分应该是那个在鞋底有那个 3D Space 的这个技术，让我外侧脚的球鞋在做扭转的时候，有很多的空间是可以在里面做指鞋体内部的扭转，然后让这个力道是非常扎实的踩到地面，而且我整个重心不会往外侧喷，就是不会喷过头，然后让我能够很快速的把重心转回来，然后跨出下一步。提升了这样技术之后，虽然看起来只差这么一点点，但是你看跑到最后，上面那一双其实比下面这双鞋快了1步，所以这样应该是可以蛮明显看到2双鞋子的差距。那这一次我还有特别就是请喜欢打球的女生，然后一起来测这个实测，就是因为我想要拿到不太一样的数据，然后来做一些分析。因为像我自己是本身是可能算是个运动员，我穿这双球鞋跟穿旧的那一代差在哪里？那一般的喜欢打球的人穿这双球鞋跟穿旧的这一代又差在哪里？就是我想要有更多元的数据参考，然后来就是做这一次的评比。这样这边会希望拿一般喜欢排球的人来参考，是因为可能对于像在转折啊，像在加速啊，怎么样起跑是更快的啊，或是怎么样的转折，怎样的重心转换是更好的啊，对他们可能在这方面没有那个概念，所以我才会希望说找一般喜欢打球的人来试试看。好了，看左半边跟我刚刚的测试是一样的，2双鞋子也都是从脚跟落地的状态去起步。那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上面这双鞋因为重心靠前，所以2只脚很快都离地，但下面这双是才要离地，差这样子大概可以差半步。那差半步其实很多球就可以救得到。那再来我们看到右边的折返跑更是明显，就是最后终点线的地方，就是上面这双鞋已经赢过下面这一双1步，所以就像我刚刚说的，多这样1步你就有更多的救球的机会。不管是我或是一般的喜欢打球的人，其实都可以看得到这样子的差距。那体能这边测完之后，我在球场上有做一些实测。第一个呢，就是从零起步的接发球。当我们在防守在接发球的时候，其实是最需要起步速度的时候。当我们看到球，突然对方在发短球，我们起步，我们原本都是守我们附近的球嘛，那对方发短球，我们必须要冲刺进去，赶快跑到前面去，然后去接球。可是这时候我们起步不够快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前扑去救这样的小球。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这个起步速度就是非常重要。当对方在发小球的时候，我从整个站好好的、整个站死的状态，然后去救那个小球。那通常我们这时候很多是救不到的，很多是必须要前扑倒身去才能去救到这颗球。因为接发球大部分大家都是站好的状态，然后去出发去救球。那第2个呢，就是防守反攻。我先起跳一个拦网，然后转身去追一个很远的球，
救回来之后再转身，然后再起跳攻击，就是这一部分会考验到这双球鞋能不能让我就是有很好的转折跟很好的转折之后的起跑速度。OK， 好，那看完刚刚的实测，应该很有感觉了吧？我觉得这一次的球鞋升级真的非常的全面，就不只是它有更好的缓冲，那还有更好的速度。它一开始就直接让我保持在一个重心往前的状态，就像我们以前在练球的时候，教练都会说脚跟要抬起来，抬起来你的移动才会比较快，他就直接帮你抬好。所以每次我要去救那个球的时候，像接发球要去接小球，我其实移动超快，然后其中有一颗我其实是已经跑过头，因为太快了，然后跑过头之后直接把球接过头，这个感觉非常的深刻，因为跟原本的移动到位比较不一样，移动到位有点是不够快，然后赶快到位之后去刹车接球。那现在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一不小心就冲过头，那个速度起步速度的升级是非常有感。然后在防守反攻的时候也是，当我在看到球转身冲出去的时候，这个起步真的很快，因为有点太快了，所以我最后我甚至是连那个我的助跑跳是可以用走的，因为转身之后跑太快，然后结果球都还没出来，我就已经到位了。所以我觉得，这双球鞋会有一个太快的问题，这应该是好事吧。同时，我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对于起步慢这个看法。就是很多打球的人，不管你是初学者还是已经练到很后期的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打球的过程都会输给起步，因为当我们起步慢的时候，其实很多球就会追不到或是救不到。所以我真的觉得起步很重要，因为当我们反应第一时间到位，但是我们身体没跟上的话，其实这个球通常会救不到。我自己说实话，我自己常常会有很多接发球起步很慢的问题，所以我大部分都只能靠战术性的接发球站位来弥补，就是一开始就大概预测对方可能会发在什么地方，我先站在那边。那我觉得这一次实测之后，我觉得这双球鞋其实你知道，就算我站错位置了，我还是来得及可以接到球。那另外我很推这双球鞋给另外一个族群，就是女生。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一次多请一个女生来帮我实测这双球鞋。但是这边我先跟大家讲，我不是想要挑起什么争端或是歧视之类的，这是我自己在外面打球打比赛，就是还有我自己在俱乐部里面的观察，就是观察到的一个比较常见的状况。我觉得大部分的女生她们在接球的手感是很好的，就是她们都有很好的接发球或是防守的手感，但是很多的问题都是出在移动比较慢。那因为移动比较慢，很常会就是来不及去接球，因为直接压缩到你做动作的时间。那我觉得这一次就是这双球鞋真的非常适合，就是有这些移动慢或是起步慢困扰的人。对，还有那个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把这双球鞋归类在什么地方。这双球鞋我把它放在这个位置，那我觉得它是一个当你在初体验高阶球鞋的时候，很适合入手的一双球鞋，而且它是比较平衡型的球鞋。它跟旧的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旧的相对来讲它的横向移动没那么多，起跳落地缓冲的部分比较多一点。那这一次呢，它的这个 X 大大的 X 直接提升了它的移动能力，还有它的高脚位也是提升它的移动速度，所以我觉得它可以再往防守型一点，就基本上它是平衡型的球鞋，而且重量也不会太重。之前的球鞋跟这次的球鞋其实差不多重，它这次的升级了这么多，但是没有比较重。脚感来说，因为它的重心靠前，我的移动比较快，变快了，我反而会觉得它脚感上、体感上会比较轻一点。所以我觉得不管哪个位置，不管你是大炮、篮中或是自由球员、举球员，只要你需要多方位的移动，我觉得这双球鞋就很适合你。再来，最后就是跟大家介绍大家很在意的配色。好，配色就在这边。那8月3号这边上市的，就是我上礼拜有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双，男生是这一双蓝色的，那女生的话是这一双白色的。白色应该很好搭吧？你要拿来穿搭好像也可以。然后9月上市的有黑白配色的低筒跟高筒，然后还有女生的专属于女生的粉紫色。那我相信穿上这些很好看的配色，大概整个场都在看你的鞋子。对，然后这次的抽奖呢，我想要来一点特别的，因为每次都是在下方留言，所以我这一次想要来不一样的东西。这一次的抽奖规则就是先喜欢这支影片，然后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再来过去 IG 那边追踪我的 IG， 还有亚瑟士的 IG， 然后再来你要做的事情是发一则限时动态，限时动态里面要有亚瑟士，就是亚瑟士他们的产品啊，或是 logo 啊都可以，就是像我现在这样。那这样子画面自拍一张之后，
发现实动态，然后 tag 我跟亚瑟士。那当我看到的时候，我会去检查你有没有追踪我们，然后还有刚刚的订阅这些。如果说我审核 OK 的话，我会把你的现实动态转发，并且存到我的精选集里面。所以我们在8月16号的晚上10点左右，我会公布中奖名单，然后是抽一男一女。所以我精选集也会分成一男一女。OK， 那以上就是这一次针对 Netburner Ballistic FF3 的全新升级影片啊，记得就是订阅、追踪、按赞哦。我们下次见，拜拜。以上呢就是这一次对 Netburner Ballistic FF3 的介绍，分析不是全新升级的介绍。OK， 以上呢就是这一次针对 Netburner Ballistic FF3 的全新升级的介绍。怎么多一个的？那再来就是鞋底那再higher heel drop。好，哦，你怎么又掉了？